望，他觉得说，就是水墨画通常就会背着这个包袱，然后让这一群水墨画家可能在这个现代社会里面会有点难以生存。那其实他这种感觉，就是他本人也画水墨，然后他从他老师身上感觉到这种压迫感，所以他就把它当做他创作的题材来发展。那他就把The Ink Knight， 那实际上这些 Ink Knight 就是用水墨当做武器，或者当做他们的精神信仰的那种方式来奋斗的战士们。那些战士们就是他的老师们，就是那些专门画水墨，然后其实已经颇有社会地位的水墨画家们。然后他就是因为蝙蝠侠在黑暗骑士里面的故事在讲的就是说，他在那个环境里面，他努力要去消灭坏人，去打击犯罪，可是坏人永远在，因为他那个城市很坏，很糟糕。那他即便是他怎么去那个奋斗，那可能到最后都有一点枉然，就是因为坏人不断的出现，他永远都打不完这样的感觉。然后他就是想要用这种感觉，就是即便是可能没有成功的希望，但是还是要不断奋斗的这种意图。然后他把这种其实我们会觉得是很壮烈的悲剧英雄的感觉放到他的绘画里面，所以可以看到他画的那些老师都有点像穿上军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光鲜亮丽的军服，而是看起来都是历经沧桑，然后拿着枪炮弹药，然后在那种火星里面追逐，然后就是很残破，然后因为刚好又都是那个有点年纪的男老师，都看起来就是皱纹都好像可以诉说一些故事那种味道。那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画面，因为他也喜欢电影，所以他就把他的画面都弄得像海报一样，就像电影海报，就比如说汤姆克鲁斯的那种不可能的海报那种味道一样。那他的作品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阐述，他觉得其实一个水墨画家对社会还是有责任。那他的责任可能他是用的是一种很夸张的，像商业电影的方式把它讲出来。那其实他背后还是有蛮多很深层他想要讨论的东西。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他的作品也是用水墨画的呈现嘛？对，他作品其实是水墨画。如果听众朋友呢，你去看他的这个作品的话呢，不要看完就觉得说为什么要画6个，如果不说是教授的话啦，6个老先生拿着枪坐在那边，然后会觉得说是不是他们曾经有参加过什么抗战啊？然后呢，是不是有一些历史的故事？但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比拟他的抗战，其实就是对这个现实去抗战，然后让他表示说，其实他们的水墨画也是希望有出头天的感觉嘛。对，而且就是就算没有，但他们还持续在努力。那这点就是让他感觉很感动，所以他把它当做他创作的题材。所以把6位老师画进去，代表他就是这个奋勇的壮士们，一直努力的在这个战场上面奋斗着。那我们接下来是请乔欣帮我们介绍。Okay, so I want to talk about Lin Baoli, because I think that his works are very related to the subject of this exhibition, and because I want to talk about, I don't know what Tom talked about before, so I'm afraid maybe I'm going to repeat what he said. But one of the main topics about our exhibition is that our generation, the generation t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is in a very ambiguous situation, in the terms that they have a lot of dreams, a lot of possibilities,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overprotected by previous generations. So they although they have the possibility to do these dreams, they don't profit from their situation. So it's a very ambiguous situation that we are in, and I think that Lin Baoli paintings are also very ambiguous in both in the technique and in the concept. So what he usually represents, he draws a lot of street views, like during night street views, and he focuses a lot on the neons and on the lights of the street, and on the traffic lights, everything. But I think that his approach to this kind of image is in terms of the technique he uses, I think he gives it a very dreamy character, because he uses very fluid
time, when we focus on his paintings,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re is a street and there is people there is buildings and there is lights and publicity and everything else. But it's kind of a dreamy feeling that we have. So, and I think that also this technique that he uses also gives the feel. He usually represents very crowded streets or with a lot of traffic, with a lot of people going on, walking around. But the feeling that he gives to his paintings is like it's a very. I think he gives a very empty feeling to his paintings. So I think all these ambiguous things in both technique and concept are very. Well, first I think it's a very clever approach that he takes on his art, and secondly, I think it relates, maybe not directly to our theme, but in a subjective way, it's very related to the situation that our generation is living in. 就是他刚提到那个林宝林的作品，然后他从林宝林的作品里面，其实他跟我刚刚的切入点是不太一样，他是从一种比较观看作品本身的那种感觉上去切入的。他觉得，他一开始有提到，就是也是关于我们主题的部分，就是年轻人我们年轻人现在是在一个，你可以说一个比较模糊、比较模棱两可的状态上面。其实我们同时拥有很多资源，拥有很多的资讯，然后我们也可能被我们父母被过度保护的，因为我们其实是开始少子化的一个源头。然后，但是在同时，我们被过度保护的状况底下，我们可能就同时有很多资源，那我们可能反而就会被它限制住。比如我们要去做某些事情的时候，家长我们父母可能就说太危险了，不要做，这个可能会伤害到我们。那等于说，我们同时握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也同时失去了很多的机会。那就这个状况是一个非常吊诡、非常模棱两可的状态，是乔西他觉得很感兴趣的，所以他觉得他在林宝林的作品上面感受到这种模糊感，就是比如说他使用一些比较因为他的画也是水墨画，他算是复合媒材，但是他那种质感很像水墨画的韵味，就他用黑白的感觉，然后去做出那个都市夜景里面，然后充满了光线流动，然后霓虹灯、人群、车辆就交互穿梭那一种很迷离的那种意味在。那其实他这作品里面，你可以感觉到说，他其实很具体的在描写一个景物而已，但是他用他表现的方法出来，就会变得很像梦境，就像乔乔他感觉很 dreamy， 就是他变成一个不太像现实的环境里面，但是它同时又是我们生活，可能我们今天下午走出去，在台北市街头就会看到的景象。然后同时呢，它使用的景象通常都是车水马龙，就是人很多，到处走来走去，然后车子很多，可能甚至塞在路上，然后所有灯同时发亮，然后有一种过度曝光的感觉。但是其实它整个画面给人的感觉又是一种非常孤寂，就是非常空荡荡、很寂寥的那种意味。那其实他好像又把那种城市的那种，就是你可以说跟自然有点切割开那种很平静的感觉，表现得很淋漓尽致。那其实它又是一种对立，就是在人就是充满了生机，就充满了人气，跟空荡荡之间，还有其实是应该是很具体、很具象的生活周遭的景象，跟一种近乎梦境般、那种梦幻般的视觉效果。那他在这两者之间就一直不断的在就是飘忽不定的那种感觉。那乔西觉得这种感觉就跟我们现代年轻人之所处的那种环境是很接近的，所以他就在上面得到很多的共鸣。那我们谢谢乔师。那接下来我们请策展人明仪跟我们介绍。那您要介绍是12位画展中的哪一位呢？那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想要介绍的是我们其中一个艺术家，叫做何燕桥。那何燕桥他是西画组的，那他的作品其实都是跟之前2位策展人所介绍的艺术家其实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他的作品比较偏向于抽象的表现。那您第一次看他的作品，会觉得他的作品有点像是一种人体切片的那种感觉。这个人体切片是他一个截取一个概念的一个来源。那这个概念可能就是来自于，就是像几年前在台北曾经有展览过，就是德国的那个人体艺术展这样子。
它里面有做一些塑化人体，然后它把它做切片的一种展示方式，就是在这样子一个很抽象的一种画面之中，何燕桥从这里面得到了一种灵感。那这个灵感，因为何燕桥他的作品本身，在尝试那个媒材这件事情上面，所以他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一个相当具象的一个展现方式。那这次的作品，它其实有一个概念是叫做流变。那这个流变，它其实是来自于德勒兹的一个概念。流变它其实有点像是在说，因为刚刚提到德勒兹，来说一下一个法国的美学家，然后他的理念就是没有东西是绝对的，一切东西都是不断的在变化，没有一个标准在。那他其实那种流变的概念就有点像是说，比如说现在那个印度跟那个巴基斯坦边界一直都有战事，那他们可能一打一个仗，边界就变一下，今天印度移一点就突出去，然后今天巴基斯坦移一点就熬回来，就是在那种不断变化的状态底下，没有一个很清楚的关系这样子的感觉，对。然后他切入的点是器官，那我觉得明影应该是从他器官的面向去喜欢，对。那我比较熟悉是它所谓器官这个部分的一个说法。那它是把一个人就是界定在一个所谓的无器官身体的一个概念上面。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算是还蛮难以去，还蛮深奥的啦。其实它是一个美学的一种说法。那不过从他的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何燕桥这位艺术家，他其实相当具有一个研究精神，以及他的思想方式其实相当的严谨的。那其实严谨这件事情，其实算是我们这次策展的一个中心主题。我们在里面有提到一个精神，是在于说一个 serious 的一个态度。那这个态度其实就如同之中刚刚所提到我们这个展览的一个论述的过程。那我们是想要来去质疑说，就是一味的哭诉，或者是用一个比较嘲讽的一个方式去在进行一个艺术创作的表现上面，它到底有没有办法，就是真正的达到提出什么问题，或者是在反省什么事情的一个契机这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是提出一个比较 serious 的一种态度。那所以我们在这12位艺术家里面，其实都可以看得到这样具有严谨精神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作品里面所要展现给大家的。那今天呢，明仪剧中还有乔西为我们听众朋友们带来梦醒后的世代，总共有12位的师范大学美术系的学生，有硕士和博士一起参展嘛。那会在我们金车文艺中心台北馆，地址是南京东路2段1号3楼。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观的话呢，都是免费的。那询问电话是256286629，您可以到现场去看看。其实呢，你如果也是7、8年级生的话，你可以看看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是不是和你心中的一些想法呢有切合的地方，或者是你是父母的话或家长，你也可以去看看说现在的学生啊，或现在的7、8年级生到底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太过潮流，或者是我们太过就是太跟不上时代都有可能。那我们今天呢，谢谢3位策展人，谢谢来到我们节目，谢谢主持人，谢谢。